Hello， 你好啊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，跟着我一起沉浸式的在真实的场景中学习中文。今天我们会学习健身和锻炼会用到的中文。如果你觉得我的语速慢了或者是快了，可以在视频的下方调节语速。健身，你也可以说锻炼，是让我们的身体更加健康的一种活动。你可以锻炼你的肌肉，我们有不同的肌肉需要锻炼。你可以锻炼你的肩部肌肉，也可以锻炼你的胸部肌肉，胸肌，可以锻炼你的腹肌，可以锻炼你的腿部肌肉，也可以锻炼你的臀肌，还可以锻炼你的手部的肌肉，比如你的小臂的肌肉和三头背部肌肉，这种用重量锻炼肌肉的训练，我们叫力量训练，也可以叫抗阻力训练，或者叫无氧运动。当然，你也可以做有氧运动，可以锻炼你的心脏和肺部的功能，锻炼你的呼吸，它可以是跑步，也可以是骑自行车，还可以是爬楼梯。所以你最好有一个健身的计划就是你每周会运动多少天，你会做什么样的运动，你会锻炼哪一部分的肌肉。你可以看到在我的身后有一些简单的健身的器材，有一些用来健身的东西。因为我有一段时间在家里健身，所以我买了一些简单的可以用来健身的东西。比如说哑铃，我们可以用来做力量训练。我买的哑铃是可以自己加和减重量的，这是2块重量片，它更大，所以它更重。我可以加重量或者是减重量，换上这一块更重的重量片，这样哑铃就更重。如果觉得重，我可以换上更小的重量片，那么它就更轻。除了哑铃，还有杠铃，这是杠铃，看，现在这一根杠铃它没有加任何的重量片，所以我们可以说它是空杆，空的杆，因为它没有加任何的重量片。这是杠铃，它比哑铃更长短。杠铃也可以加上重量，看，杠铃。除了哑铃和杠铃，在健身房你还会看见壶铃，因为长得像烧水壶，所以叫壶铃。这里有个把手，我们可以握住，这就是弹力带，它是有弹力的，它可以拉开这个带子，我们可以把它拉开，你看这是有弹力的，所以叫弹力带。我们可以用它做一些活动关节的动作。关节就是骨头和骨头之间动的这一部分，可以动的这一部分叫关节。在我身后最大的一个东西就是卧推凳，因为你可以用它来做卧推。我给大家示范一下，
卧推呢，就是练胸部肌肉的一个动作，练胸肌的一个动作。我现在躺下去，然后推起哑铃，推，这就是卧推练胸部的动作。好了，那我们现在去健身房锻炼吧，走吧。我现在在健身房，健身房就是我们锻炼身体的地方。你看，健身房里有很多器械，器械就是我们用来锻炼身体的东西。我现在要用的器械就是跑步机。我点一下开始，它开始倒计时了，1、0，开始。我们可以先热一下身，热身就是运动前先做一些简单的动作，让身体里的血液流动起来，减少受伤的风险。比如我可以走路，我在走路，我在慢走，我在慢走，我在快走，也可以跑步，我在跑步，我在慢跑，我在快跑。还记得吗？我们之前提到过，跑步是一种有氧运动。有氧运动可以锻炼你的心脏和肺，提高你的心肺功能。那么除了跑步，你还可以做什么有氧运动呢？你还可以骑自行车，这是一台健身车，也叫动感单车。我先调节一下车座的高度，这是车座，也可以叫坐垫。车座可以调高，也可以调低，这样就能适合不同身高的人。调高和调低都是调节，我们可以调节大小，调节角度，调节高度，让东西变成我们想要的状态。我在调节绳索的高度，调节好高度后，我踩上脚踏板，坐上去，我的2只脚都踩在脚踏板上后，就可以开始骑车了。骑自行车也是有氧训练，它可以练到我们的心和肺的功能。还有一种很常见的有氧运动，我们来看看。我的面前有一台登山机，也可以叫台阶机。我现在走上去，这台机器会模拟你登山和上台阶，一步一步的，一层一层的往上走。说完了有氧运动，我们来说力量训练。在做力量训练之前，我们可以先活动一下关节，这样可以避免受伤。健身中的受伤是指你在锻炼运动过程中身体受到了损伤，比如你的肌肉拉伤，你的关节扭伤了关节，像崴了脚。所以我们最好在健身前先活动一下关节。我现在拿着一块重量片，围着头慢慢的绕圈，我在活动我的肩关节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希望你能点赞和订阅我的频道。Please smash the like button to support it。谢谢。我现在坐在卧推凳上，我们现在要做一个肩的训练。我们现在可以调整一下卧推凳的角度，我们把它调到接近90度，这是90度。OK， 然后我们往下放一点，接近90度。我们先把哑铃放在大腿上，然后我们把哑铃抬起来，然后我们稳定好我们的肩和背，就可以往上推。我们往上推，这个动作练的是我们的三角肌，往上推，然后我们把哑铃放下，
这样就是一组，这样就是一组。一般一组里面会做8到12次动作，一共会做3到4组。每一组做完以后，我们会休息一下，通常休息30秒到1分钟。休息完以后，继续做下一组。在健身房人很多的时候，器械不够用，所以在健身房经常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，请问你还有几组？请问你还要练多久？你可以回答我还有2组，或者我还有1组，或者我还剩2组，我还剩1组。这样别人就知道你大概还有多长时间练完。Nice！ 健身房有一样东西很重要，就是耳机。我们戴上耳机，然后我们也可以把卧推凳给放平。我现在把它放平，你看，我们向下放，它就放平了。接下来我来做2头弯举，这个动作就叫弯举。弯举，这个动作练的是2头肌，也就是这里的肌肉。2头肌需要注意的是，站着的时候身体不要晃动，我们要夹紧我们的手臂。你要夹紧，这样是夹紧我们的手臂。当然你也可以坐下来，坐下来你的身体会更加的稳定，你的身体就会更加的固定，而不会左右的晃动。我们接下来要用固定器械来锻炼，这个器械叫龙门架，我相信你一定在健身房见过。我先调节滑轮的高度，往上就是调高，往下就是调低。这里有一个卡扣，我可以把不同的附件装上去。你看，这个箱子里装满了各种各样的附件，我从里面拿一个出来，然后把它扣进去，这样就安装好了。拉，使劲儿拉，我们向下拉，然后保持我们的大臂夹紧，向下拉。这个动作练的是我们的3头肌，这也是向下拉。如果你感兴趣，这个动作叫高位下拉，因为我们是从高的位置往下拉，高位下拉可以锻炼背部的肌肉，背肌。锻炼背肌除了向下拉，我们还可以向上拉，这台器械可以帮助我们做引体向上。在健身房，你还可能会看见这个，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这是一个垃圾桶，不过它不只是垃圾桶，你看，它的盖子上面有一个开口，里面有湿纸巾。每当我们用完器械，就可以用它来把器械擦干净，擦干净。这是空杆，没有加任何的重量片。我先把杆扛起来，这叫起杆，后退几步，站稳，下蹲，站起来，再把杆放回去。这一套动作叫深蹲。深蹲可以锻炼我们的臀肌和腿部肌肉。我现在在加重量片，因为我想让它更重一点。这个动作叫加重量。如果太重了，我就可以拿掉一些重量片。这个动作叫减，让它轻一点，减重量。我把杠铃拿起来，后退几步，站稳，然后把杠铃慢慢的往下放，再拉起来，往下放，拉起来，一直重复。如果你感兴趣，这套动作叫罗马尼亚硬拉，是硬拉的一种，和深蹲一样，可以锻炼我们的臀肌和腿部肌肉。还记得我们刚刚学到的单词休息，我们做完一组动作会休息一下，也叫组间休息。
休息完后再继续做下一组。当我们用完器械后，把重量片取下来，把杠铃放回原处，然后擦干净，这样下一个人就可以直接使用了。太累了，我们找一个地方坐一下。这个健身房有很多很大的窗户，你看，窗户前面有一层东西，我们走近一点看一下。这一层薄薄的东西叫窗帘，窗帘可以遮阳，因为现在外面的阳光很强，所以你可以看见，即使我身后的窗帘都拉了下来，但是仍然有阳光透过了窗帘，照射在我的脸上和腿上。这里有一个黄色的把手，我拉一下把手，可以调节滚垫的高度。我向上抬腿，然后慢慢的向下放，这样可以练到腿部的肌肉。这个机器也是练腿的。我坐上去，把插销拔出来，然后插进去，拔出来，插进去，不同的孔代表不同的重量，越往上越轻，越往下越重。选好重量后，我们把脚踩在踏板上，然后用力蹬，蹬出去以后腿伸直了，收回来以后腿又弯曲了，伸直，弯曲，伸直，弯曲。这个动作是夹，还记得我们刚刚说的把手臂夹紧吗？这里我用腿用力往里面夹，这个动作可以练我们大腿内侧的肌肉。刚才是往里面夹，现在用力往外打开，再慢慢的收回来。这个动作叫髋外展，主要练臀部外侧的肌肉。最后我们来拉伸，运动以后我们可以做一些拉伸。这是瑜伽垫，你也可以简单的说这是一张垫子。这个垫子摸起来很软，你看，摸起来很软。这是地板，很硬，地板很硬，瑜伽垫很软，我们可以用它来拉伸，把身体肌肉伸展开，把它们拉开。我们换一条腿拉伸，这是在拉伸腿部肌肉。拉伸完后，我们把垫子擦干净，然后把它放回原来的地方，把它挂上去，挂。这是水杯，我已经锻炼完了，我现在要去楼下的更衣室。这是电梯，这里就是更衣室了，是换衣服的地方。你看，这些黑色的一个个的小格子就是储物柜，储物柜是用来存放东西的。这个储物柜上锁了，说明有人在用。我打开储物柜，我关上储物柜。好了，我们拿上东西回家了。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